Hello，大家好GPT-5啊，终于发布了啊，万众瞩目的。它发布时间是北美时间上午10点，那就是国内的话就0点了吧，0点以后了啊。可能不少朋友也在围着看啊，我也看了。总体来说呢，还是有一些惊喜的，是吧？但是我在录这个视频之前啊，我是按我的那个ChatGPT OpenAI 的账号上看啊，它还没有更新啊，我是时买时不买啊。有时候买 Cloud 的，有时候买 ChatGPT 的啊。那最近我是没用 ChatGPT 付费版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好像网站还没有更新，就是还没有最新的版本上来，还是4啊。那大家知道，之前大家对 GPT-5啊是抱有很大的这种关注的啊，这个老五，因为这不是 AGI 嘛，大家认为到 GPT-5的时候啊，可能就摸到了 AGI 的门槛。那现在看起来呢，还是有点距离。我们先看看他发布会都说了啥啊？本来我是想做一个 reaction 是吧？就是这么一个反应类视频，把完整的这个字幕加上。后来想那也没意义，人家的字幕呢现在已经能自动翻译了，是吧？我们还是聊一聊我自己的感觉啊。首先呢是奥特曼先出场啊，奥特曼出场之后呢，还是讲的不错的啊，讲了这个一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以及定价策略等等，很多东西呢，其实啊，大家之前都有预测或者是有泄露，是吧？那么前天晚上到昨天晚上就有人露出来一部分了，泄露出来一部分了。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奥特曼是咋说的。奥特曼说呢，对这个 GPT-5吧，他还是很抱有希望的。他说呀，在32个月前，这都32个月了啊。他说 ChatGPT 呢发布的时候啊，那一周呢是有100万人尝试，他们当时觉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现在呀，每周都有7亿人啊，7亿人在使用 ChatGPT， 这个数字呢，就是让他自己感到很震撼的。那后来呢，奥特曼啊，就给 ChatGPT 做了一个类比。他说 GPT-3啊，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啊，就跟和高中生对话一样。那到了GPT-4呢，就跟大学生一样了，有真正的智能和实用性了，不像和高中生啊，那只是灵光一闪，是吧？有的时候会让你感到很难受的啊，抓狂的。那 GPT-5啊，现在就是和真正的专家对话了啊，一个真正博士级别的专家，随时随地的可以帮你解决任何问题。他说这个话呀，我还是理解挺深的。但是他早年的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就是 LK99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跟踪了一下这个话题啊，也介绍了好多论文。其实我不是学凝聚态物理的，我也不懂超导啊，就全靠 AI 帮忙。那时候我用的是什么呢？是 Cloud。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呀，早期的 Cloud 我觉得都可能是硕士了啊，可能因为我的这个理工科背景啊，并不是深入到这个工科领域的，所以很多基础的东西我也都忘了。所以当时 Cloud 给我的感觉就是啊，那已经到研究生级别了。等到第2年，这个 LK99还在，来个飞机啊，还在继续火的，还有人提起来的时候呢，我再用 Cloud 给我一讲，那时候已经到3点几了吧。哇，那时候就有点博士的感觉了啊！你感觉有几十个硕士或者博士在围着给你讲啊，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还没听懂？就这样的。那现在，这个奥特曼自豪地说呢，GPT-5就是博士级别的，我们认为它就达到博士级别水平了，就真正解决问题了。实际上这个事儿吧，还是有点谦虚的啊。真正要说这个知识的储备量来说，还有普通问题的解决来说，应该是超过绝大多数博士的。因为绝大多数博士呢，他是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这个专长，而这么通用性这么强的，恐怕是没有的啊。所以他这个比喻是很形象，我觉得啊，在奥特曼觉得我们已经把这个从聊天到了一个真正的从零开始能编写程序的这么一个计算机专家，或者是呢生成文稿的这么一个助理，甚至是呢帮你解决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么一个助理啊。那现在实际上我了解到的呀，这些你要到博士以上，那就算起码在这个行业里边就算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量和发言权了。我了解到的是，他们现在也都在争先恐后的用这个东西，并且大家看到很多论文现在已经
有了一部分 AI 的痕迹了啊。现在谁还手工在翻译论文啊，是吧？包括论文的这个。我们说中国式英语，你要理顺的话呢，还是要靠 AI 来理。理工科难吧？其实英语往往并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写论文的时候呢，往往是这种范式的那种修改啊，在过去手工改是非常麻烦的，现在可能都用 AI 了啊。所以用奥特曼的话说呢，他就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哎，这个我们口袋里边装的就是一个专家的这么一个团队啊，就不是一个专家，是一个团队，是吧？所以这个就还是比较让人振奋的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医疗这块啊，医疗咱们后说吧。还有一个就是主要大家熟悉的就是技术层面的突破，就是 OpenAI 的这个首席研究官啊，是个华人，叫 Mark 陈，是吧？他在发布会上呢就说了一个关键信息，什么呢？就是 GPT-5啊，综合了。就是整合了这个推理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我们使用 AI 模型啊，要么你选择快速响应的这种标准版，是吧？要么呢就是这个精简版的。那么现在呢，哎，他们整合了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把这个你的选择呀做了一个无级变速。怎么叫无级变速呢？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的难度，GPT 它会去考虑、去选择，给你合适的模型啊，这就省了大量的这个算力，是吧？所以你要是深思熟虑的这些特别难的题，可能会有深度的这些推理，但是一般的问题的话呢，它可能就自动的就是降权。现场演示吧，也是比较寡淡的啊。大家知道这个 GPT 的发布会啊，和国内的发布会是没有法比的。一个小茶几，几个这个理工宅男宅女是吧，坐到这儿嘎嘎的聊的，但是内容还是挺吸引人的啊。比如说他们解释这个用 GPT-5来解释这个最简单的这个伯努利效应啊。伯努利效应大家知道，我们过去讲过很多次，你讲飞机啊，讲流体力学啊，是不是都要讲？它就是，它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的，所以 GPT-5啊就立刻做了回答。但是你要求它做一个动态显示的时候呢，GPT-5啊，它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了，就自动进行了到思考模式，deep thinking， 然后呢就生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交互式的物理演示。关键在于什么呢？你不需要手动开启这个思考模式，GPT-5呢它会智能的判断任务难度，自动调用合理的这种推理深度啊，就是用咱们工程机的话说，它能测出负载的这个，说测出这个它是不是超载，是吧？你用额定功率呢，还是超过额定功率输出？就好像它这个有感觉，还有那么一个推的传感器一样，简单问题立刻回答，复杂的问题就是让我想想，然后呢，给你更准确的这么一个结果。这个别小看这个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是节省了大量的算力的啊。另外呢，就是发布会啊，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编程演示啊。这个编程演示呢，是这些大模型的这个最拿手的环节啊，它肯定都演示自己最熟练的一面啊。GPT-5呢，确实是非常强，我们看看它有多强啊。它第一个演示呢是工程师要求GPT-5啊给他的伴侣制作一个学习法语的网页应用啊。那他没说他伴侣是男是女啊，我们注意啊，这个不是简单的这个就 Hello World 呀这个简单演示，而是一个要包括的进度跟踪系统多种学习模式就是说闪卡呀、测验就是我们学背单词的那些常见的场景它都要有。然后呢，还有一个教育的小游戏比如说把经典的这个贪吃蛇呀改成这个法式的版本，还有这个像老鼠吃奶酪等等。那每吃一块奶酪，就朗读一个法语单词。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算是应用吧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GPT 大概是在几分钟内就写了一个400多行的代码就创建了一个完全可以运行的网页版的应用这个不仅功能是非常完整，而且界面也很漂亮那第二个演示就更绝了第二个演示什么呢？就是给 CFO 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财务的这个仪表板我们就是看板一样。大家做这个系统都知道，现在老板们都不喜欢看你后边界面，都喜欢来个大电视来个看板 view这个看板呢，
工程师只用了一个简单的提示啊，要求呢给创业公司做一个美观的财务仪表板，要求有交互性啊，而且层次要清新。所以 GPT-5呢不仅就创建了这个仪表板，而且呢还自动的使用这个 Next 框架呀进行搭建项目，实现了数据的这个可视化的图表。另外呢，就增加了悬停交互的这么一个效果，而且呢还创建了日期的这个筛选器，给客户群体呢就分类显示。所以整个过程啊是行云流水，就像一个有资深的前端工程师在工作。我这2天啊也在玩这个谷歌套件的一些简单的编程功能，因为以前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个工作流的管理，我们往往会用一些大的软件啊 ，ERP 系统是吧？那用工作流的比较最多的，我们用Odoo 啊、Viteger 啊等等等等这些开源的软件，很方便的可以实现这个工作流推动。那最近呢，我发现用谷歌套件啊，就 Excel 表格也能实现这功能啊，推送邮件啊各方面。但是呢，毕竟我对这个不是太熟，还花了几天功夫，所以我准备把我现在已经做完的，让 GPT-5也试一下，看它能不能做出更好的效果，在更短的时间里边。我看了它这个 CFO 的看板 view 啊，还是挺有兴趣的啊，所以整个这个给 CFO 做这个看板 view 啊，还是行云流水啊，就是当场演示。我觉得他们肯定也都测试过啊，不可能是临时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啊，它跑通了是吧？看起来呢，就像一个资深的这个前端啊在工作啊，所以这个程序员啊，这个危机是越来越大啊！我看 X 平台上有一个图片，就是说 GPT-5发布之后啊，这个他们画了一个小女孩在雪里边冻的，已经瑟瑟发抖了。在编程方面的这个能力啊，还是很突出的啊。比如 GPT-5啊，编程分数到74.9%啊，那 O3呢是才69.1%，所以这种多种编程语言能力的测试啊，可以看出来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强。还有一个就是推理能力方面啊，根据这个 MMMU 的评测呀，也创了新高啊。怎么新高呢？这个大概就是从图像中啊理解复杂信息的这个能力是提高的大的啊。那么根据2025年的这个AIME 的这个数学竞赛啊，它的表现呢可以说是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模型，而且呢这个最重要的是呢，它的指令啊这个遵从率啊就是准确率达到了99%。所以这个99是特别关键的，就意味着 GPT-5啊，基本上解决了听不懂人话的这个问题啊。以前我们可能需要反复的修改提示词，甚至都诞生了一门生意，说教你怎么用提示词，就是说听不懂人话吧，所以要改成他理解的这个人话。现在呢，一次就能理解你的请求。那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啊，我也不刻意用提示词，也是尽量用这个人工语言，就是你的口语，然后呢可以多说几遍是吧？然后呢，实际上这个模型呢，它也会进化的啊。你用多了以后呢，它会理解你的一些常用的这个一些口头禅啊，一些表达方法。还有个呢，就是可靠性提升啊，就 OpenAI 专门的这个强调啊，他们在减少了这个幻想方面呢是有很大进步的啊。GPT-5他们迄今为止最可靠、最事实准确的模型呢，就是 GPT-5啊，所以在医疗健康问题上就更突出了啊。那么他们也讲了一个医疗现场的故事啊，什么故事呢？就是OpenAI 呢邀请了一对夫妻啊。也是早期的测试版的啊，就分享他们的故事，就是他们呢是在去年10月份吧，就被诊断出啊，就这个叫卡罗琳娜啊，就诊断出3种不同的癌症这个包括这个侵袭性的乳腺癌。那么当他收到这个活检报告的时候啊，除了这个侵袭性的这个癌症这几个可怕的单词之外呢，其他的这个医学术语他完全看不通。那怎么办呢？他这个时候啊，就把这个事儿呢，就发给了他的这个 ChatGPT 啊。那几秒钟内呢，ChatGPT 啊就把这个医学报告呢翻译成了他能理解的这个小白文让他在3个小时之内呢就能和医生对话啊，就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实际上这个 ChatGPT 举这个例子吧，实际上是举晚了。在很早的时候，我在过去讲
AI 应用的时候，我今年是感受非常深的，就是用 Cloud 啊，我当时还是用的 Cloud 3.7付费版的啊，我感觉到它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普通的全科医生的水平啊，起码是理论水平。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岳母这个脑出血吧，就是动脉瘤，做了手术啊。那当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是非常怕的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相关的脑手术的这个基础知识啊，包括我在内。那么在家里边人啊都比较沮丧啊，都比较担忧、焦虑，甚至就是失望、要绝望的时候呢，我呢，通过 Cloud，我坚定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因为从社会骨折学上来看，这个医院啊每年要做几百上千例这样的手术，而且普遍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啊。难的是康复阶段，那么康复阶段呢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 Cloud 在这过程中啊，它通过大量的影像学的判断，我们讲 GPT-5呢怎么讲的 Cloud 了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啊，这个 GPT 它讲的例子呀，都不如我讲的例子好啊。大量的影像学的这个报告啊，喂给 Cloud， 他真的认真的看懂了，并且他起码他比片子上的这个解读打印出来的字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手术医生也好啊，还有我亲戚朋友中的医生水平不比他们差啊。有的方面呢，可能他解读更详细。你比如早期的时候，这个片子呀，有的是实体的片子啊，打出来了。有的呢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边下载的，也有呢通过手机拍完以后传过来的，就是信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影像学的这个资料，我都喂给了 Cloud 啊。从最早的这个脑 CT 开始，到核磁 MRI， 到手术后的这个过程的一些报告、一些影像，到恢复过程中，前后喂了可能有几十张的这个片子吧。然后呢，他一直是通过片子给你讲这个手术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恢复的，它的危险性在哪儿啊？是将来会怎么样的恢复等等啊？所以给了我是很大信心啊，也给了我们家人也很大信心。所以这个应该说呀，这个 GPT 在医学方面的应用，我觉得是最能帮助人类的这么一个方面啊。那么我是把我的经历替了这个奥特曼呢讲他们的GPT-5啊，帮 Cloud 做了一点广告。我现在实际上Cloud 呢也偶尔在用啊。那现在因为 Gemini 还是免费嘛，我现在是用这个美国大学版的这个不限流量的 Gemini， 也还可以啊，也还行啊。所以这个医学这块啊，我觉得确实是大有用处啊，它可以替代大部分的全科医生。前提是你要有一个能客观描述自己病情啊这么一个心态啊，再一个最好是有一个基础的检查资料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是卡罗琳娜，她在后边她也说她说 AI 在医疗领域的承诺不仅是突破性的发现还有更好的诊断，更多的呢是创造性的、更聪明、更有能力的为自己这个患者来发声就是我们在和大夫对话的时候，我们呢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可以少很多误解所以现在可能它还替代不了医生，但是呢，它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助手这是我看到这个 GPT-5的发布会我的感受。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生活中朋友可能能用 DeepSeek 的也好能用其他的 AI 模型的，可能都已经在用了我觉得呢，如果你用的这个大模型的是多模态的，可以看这些片子，你不妨呢把片子喂给他你可以感觉一下，有了片子之后这个 AI 说话底气就更足了，真的，因为你在描述的时候这个语言它还是不准确还是这个有时候呢它会矛盾的，但是片子它不会说谎所以。这就是GPT-5里边再讲到一个看病的这么一个环节我觉得 AI 目前落地最有价值的之一可能就是 AI 在医疗中的应用。这个最后剩下的就是价格，这个价格呢也比原来是有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据说这个免费版的呢也可以使用这 GPT-5我今天不是开头我说了吗？我刷的时候发现还没有呢那现在呢
说很快就会发布可能一开始免费版的使用的是GPT-5的 mini后边呢会逐步的给大家开放。那么 Plus 版的就以前我用的20刀1个月的那就是很多了它可以使用 GPT-5的大部分功能包括呢这个 Sora 的一些功能。另外呢就是 Pro 版的，那就是大户了，1个月200刀。无限制unlimited，可以使用它的扩展思考的版本，而且呢专门处理复杂的任务。我觉得像这些科研单位可能都会开通这个东西不管你是搞哪类的科研这简直是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助手。你过去的所有的数据库几乎都可以下岗了，几乎都可以下岗了。各种行业的专业模型，因为那个是死的，这个是活的，因为它可以把你现在的数据和你的行业数据库进行交互，进行对比。生出一个新的你希望看到的你可能需要大量人力来用的东西来刚才我没讲，实际上这里边呢还讲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应用那么现在的 API 方面呢是每100万 token 的是25刀mini 呢大概是mini 的话呢可能是比说是这个 GPT-5要便宜25倍。大家想想那就是多少钱那就我看它是每100万 token是25刀，那它这个就更便宜了。所以今天开始呢，可能GPT-5呢就可能作为很多开发工具里边作为新用户的这个默认模型API 也同步上线。很多的和 ChatGPT 结合比较紧密的这些软件工具都已经更新升级，所以这就进入新时代了进入5时代了。5时代，所以 GPT-5呢，刚才我们讲是医疗方面的应用，实际上在很多的这个行业应用也是非常的让人惊喜的。比如说这个制药我们刚才说的是医疗，实际上在制药方面，就刚才我们讲的也是有很大进步的。有一个叫安进公司也是个很知名的美国的大型制药公司，他们呢用 GPT-5进行药物设计发现 GPT-5在处理这种复杂的科学文献和临床数据方面表现出色。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制药公司都有特别丰富的，有的是专有的自己的数据库，也有购买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库。但是呢，有了 GPT-5之外那就如虎添翼了它就是真的是更厉害了。还有个呢是西班牙对外银行这个 BBVA 这个西班牙对外银行呢是用 GPT-5做这个金融分析。过去呢这些工作需要3周才能完成的，那 GPT-5呢说几小时就能搞定，而且呢准确率特别高。所以这2天我看好多这个移民的这个视频在给我推送，我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看这个，就讲到这个葡萄牙移民这西班牙是吧？这个葡萄牙移民现在是特别差，为什么特别差呢？它积累了说上百万个100多万个案例，这比加拿大都恐怖加拿大积累的可能都没有这么多。那这个葡萄牙政府呢，它这个黄金签证一方面使劲在收钱，他还不给你处理这个积累的案子，那他就诚心不让你移民。我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他们要真正想干活，我觉得把这些案子交给 GPT-5，公开、公平、公正，很快就给你搞定了只不过我觉得葡萄牙他还是想把人骗过来收钱，他没有心思来给你弄这个。你或者一刀切，你说我全给你退了，退钱可能他们都退2年。所以刚才说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对外银行的事儿就是需要3周完成的工作，GPT-5呢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就将来大量的精算师都会失业，大量的精算师，我觉得而且呢这个准确率还更高还有一个呢，就是纽约的这个保险公司也是用 GPT-5处理这种复杂的这个医疗政策和患者的这个病情匹配看这些单子。GPT-5他们认为是他们用过最佳的这种临床模型另外一个呢，就是 Cloud 和GPT 竞相向美国政府推荐的1刀1美元就是美国联邦政府这美国联邦政府现在裁人了，他还有200万联邦员工的这联邦员工可以使用ChatGPT-5 1美元就可以使用，从国务院到国防部，大家都可以用 AI 来辅助工作这是下了血本的，就是想占领未来的市场，是吧？那么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特别好玩。我记得咱们早年的时候用微软的这个Windows 的时候就用过什么上海政府版的什么政府版的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将来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版的这个 ChatGPT， 我们是不是通过特殊的梯子也能免费访问到不知道所以现在呢 GPT-5就加剧了这个
内卷啊，加剧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卷。马斯克今天是最忙的一天，不停的在发 Grok 怎么样，Grok 怎么样，所以马斯克也有点着急了。所以，但不管怎么说呀，这个确实是啊，还是有一些突破，就是在合成数据方面，哎，就是这个 GPT-5还是有突破的啊。他们用前面一代的模型来生成训练下一代模型的数据，这就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多弄点数据了。那有人用这个球啊来比啊，做个比喻说 GPT-4和 GPT-5是多少的？我看那个比例啊，大概相当于一个黄豆和一个乒乓球那个比例啊，就是 GPT-5呢用的数据大概是乒乓球那么大小，GPT-4呢就是个黄豆那么大小啊，这大概啊。所以现在呢，这个 GPT-5啊，哎，不是简单的多弄点数据了，而是呢，啊，它能它自己创造啊正确类型的数据，哎，精心的来设计课程，来教啊 GPT-5这些复杂的概念啊，就有点我们需要那个从 AlphaGo 到 Master 这个过程了，是吧？自己给自己长脸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我们觉得叫递归改进循环这么一个过程，哎。那么前一代模型啊，帮助改进训练数据，训练出更强的下一代模型，所以这种循环啊，可能后边会带来指数级的啊这种提升速度啊，所以这个还是很让人期待的，也可能以后的这个 GPT 的这个迭代速度啊，会超过我们想象啊，当然一步迈进 AGI 还不太现实。另外一个就是安全啊，就前2天大家都看到爆出来一个 GPT 在做内测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功能呢，有些人呢不小心点了对勾，就把这个它的搜索，它和 AI 的对话呢，就发到了搜索引擎上，就出了问题了啊，就是泄露了。比如最简单的，有一个意大利的水电公司在巴西亚马逊要建个水电站和水坝，他这个律师就问我怎么能合理合法的把这些土著全赶走，让我呢舒舒服服的搞完拆迁。所以这个话题呢就一爆出来，立刻就引爆网络了，很多人都在谴责这个事儿。但是发现这个话题的啊，发现这个资料泄露这个人呢，也没有对外啊说是谁在搜这个东西。不过你看，意大利的水电公司在巴西投资的，那当地的人肯定都知道是谁，是吧？所以 GPT 啊，这个信息泄露这方面的安全方面，还是需要大家这个比较注意的一个事儿。那么现在呢，这个发布会上啊，应该都是和自己的大模型比啊，没有和竞争对手。我们和 Cloud 比吧，我觉得刚才说医疗我就说 Cloud 了。和 Cloud 比的话呢，Cloud 3.5开始就在长文档处理方面呢是很强了，但是 GPT-5的优势呢，它在于多模态，哎，和自动的这个推理判断。不需要手动选择模型，所以这方面这 Cloud 可能还没有跟进啊。所以呢，第二个呢就是和 Gemini 的区别啊。我现在一直在用 Gemini， 感觉呢，哎，中规中矩啊。它毕竟是免费嘛，我用的是这个大学生版的不限量的啊。那么谷歌的 Gemini 在很多的基准测试里边啊，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的，但是在代码方面能力还是差一些啊，这个是确定的。而且呢，现在和 GPT-5的差距可能更大了，但是它好就好在。哎，便宜。再一个就是和开源模型这块我觉得和开源模型这块呢，GPT-5的这个开箱即用的这种体验还是领先的，你不需要调整任何参数，是吧？和开源模型这种可定制性比的话是差一点，但是对于普通人，我们小白来说呢，还是希望拿来就能用，哎，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比较长处。所以我们又开始下雨了，又开始下了，这天真是怪啊！大家看一下这天啊，来飞机了，开始掉点了啊！最后给大家再简单说2句啊。所以这个发布会啊，我们是看到了这个 AI 发展的几个重要趋势是什么？就是推理能力已经成为标配了
GPT5呢，它这个自动推理判断啊，预示着将来所有的 AI 它就会跟进这个能力啊，这个是卷得更深了。而且呢，这个多模态这个整合加速，文本啊、代码啊、图像啊、语音啊，这个无缝切换啊，就成常态了。那现在大家知道用 Gemini 可以分析 YouTube 视频，都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个性化程度加深，AI 呢会了解用户的这个工作习惯啊，还有时间的安排。它可以访问你的 calendar 啊、你的日志啊这些，成为你的真正的生活助理。还有个就是企业级应用啊，就进一步爆发。再一个就是开发门槛呢也进一步降低。所以对于目前来说呀，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小白用户来说呢，先用免费版的我也就可以了啊。我还没决定是不是买呢，因为它虽然更聪明了嘛，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基本够用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做这个多媒体的啊，比如说做视频编辑的，哎，你可以试一试更多的东西。AI 啊，它不是万能的，所以大家我现在越用 AI，也觉得你越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它，不然的话呢，你可能会吃亏啊，甚至吃大亏，好吧？毕竟开始下起来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就不挨淋了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天儿。黑云压城啊！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